手好资源你却不用，那简直是笨蛋，是白痴！尖叫！尖叫！我觉得靠父母不是天经地义，孝顺父母才是天经地义。漂亮！我爸我妈辛辛苦苦打拼，就是为了让我可以靠他们。对，不靠父母的话，我们还奋斗什么？瘦身配套有迪斯卡吗？这里是前线开讲，我是福全，也非常欢迎我两队的队长。我是有意，我是有意。大家好，我是有意。欢迎我们两队的队长林轩还有有意。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就是：成年后靠爸靠妈是天经地义的吗？成年后靠爸靠妈还用问吗？成年后靠爸靠妈，大逆不道啊！好，我们首先要请正方，就是林轩这边先开始，是有请你们的第一位嘉宾上场。靠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一手好资源你却不用，那简直是笨蛋，是白痴！尖叫！而且想想看，年轻人在外面闯荡还是需要靠贵人啊，所以你还是需要靠人家来投资你的生意。那靠别人的父母行，靠自己的父母不行吗？这不符合逻辑啊！难道你的父母不可以是你的贵人吗？尖叫！靠父母不代表我们不努力，不努力的人是 loser， 我们不玩这一套。OK， 我们是说父母可以靠，尽量靠。再加上自己的努力，然后把自己推向人生的巅峰，尖叫！巅峰！既然今天我们讲的是靠爸靠妈，我们就请出我们对他的爸妈最熟悉的郑莹来做我们的第一炮。首先呢，靠有很多方式，是靠来生活，还是靠来给自己一个起步？我觉得呢，其实，你说的对。我是有靠父母，但是呢，我能走多久呢，就要看我自己的实力，还有我的机遇，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觉得靠父母不代表你一定会成功，反而你会活在他们的影子里。以后你想要脱离的话会更难。我是靠父母的人，但是我还是走了这么久。我们这一队欢迎你。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前人种树嘛，后人乘凉，对吗？所以如果即使上一代呢，他们都拼命夺回了这个优势，你不去用这种说法，其实就好像说你有10根手指，坚持要用8根的说法是一样的傻。所以傻，我不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既然得到了这个成就，有得到了这个成功，你把你的故事说成就是单单靠自己的能力，其实是有点虚伪。也是有点像说这个过河拆桥的感觉，因为你得到了这些优势，其实是因为父母而得来的。父母呢，他们一路以来都很照顾我们抚养我们的子女。长大了之后，子女成年了还靠父母，这真的是很不应该哎。我小时候我爸爸都一直在外国，就是在公干，我都是一直以来都是看着妈妈一步一步付出了代价，付出了很多的这个牺牲，所以这些我们都是。看在眼里面的，然后牢牢的会记住，我们还忍心让他再继续努力下去，再让我们承受无需的担忧和负担吗？这是非常不应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大森林这种小红帽伟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等一下很刺眼 ，sorry， 看不见。他的武器来的。OK， 那不要丢鞋 ，OK。就脚底按摩，很 bling 很 bling。我觉得呢，靠父母，以前我们看它为一个 stigma，倒不如我们看它为一个motivation， 是我们有好的启发点，我们应该是做的比别人更好。我不可能说 OK， 我不要靠父母，家族的生意就不做了，那是不孝的。同意。是啦，我们应该就把家族的生意做得更好，那不叫做靠父母，那是传承
企业的一种精神。对，你在拿了父母的钱跟资源了之后呢，你没有把它视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反而加倍的努力，这就表示这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掌声。OK， 什么叫天经地义？天经地义是今天我走进 Ivan 的餐馆，老娘享受贴心的招待，吃好吃的料理之后呢，我付了钱，拍拍屁股走人，这个叫做天经地义。今天我回我妈家，我妈花了2个钟头的时间给我准备新鲜的、健康的家常菜。之后老娘再拍拍屁股走人，我哪来这个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天经地义的，感情就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相互真心的对待，互相的真心的为对方好。什么样的人才会把这一切当做理所当然的？不懂事的人，不懂事的人才是啃老的人。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重点是成年后。成年之前你不懂事，这是一种小幸福。成年之后你不懂事，你恐怕前途未卜。谢谢大家。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场100米赛跑。对，自身的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是没有人会因为你穿了一双名牌的跑鞋而质疑你奖牌的含金量，对不对？对。我相信对面的同学们可能不知道，比尔盖茨的妈妈是 IBM 的董事。你们可能不知道，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岳父是100亿富豪。你们可能不知道，巴菲特8岁就去了纽交所，他的父亲呢是国会议员，还参选过美国总统。王力宏有一首歌唱得好，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谢谢大家。在我的经历当中，都能看到许多现在的年轻人呢，都非常就是说不想靠爸妈，因为他们想自己出来闯。而且他们所说到的呢，就是说当自己出来闯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就不会亏待所谓自己的这些学习的经验，无论是在成功、失败、做决定、做选择，或者是在交流当中所学习到的东西，无论是知识方面的学习，或者就是说智能上的学习呢，都是很有收获的。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努力所创出的东西呢，他们觉得说哇 ，this is something I can call my own。漂亮。好，你们想一想。我爸我妈辛辛苦苦打拼，就是为了让我可以靠他们。对，如果不靠父母的话，我们还奋斗什么？对啊，而且我觉得做人要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人通常都会发疯。那我们父母就是我们的安全感。对，那你父母会不会很没有安全感？没有，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父母。等一下，我觉得靠父母不是天经地义，孝顺父母才是天经地义。漂亮，说得好。我们也很孝顺啊，我们边靠边孝顺，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现在跟爸妈拿了100万，然后再帮他买3块的水果回家。就是如果我拿爸爸妈妈的钱，就是我不孝顺父母吗？难道孝顺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吗？狭隘。但靠不是天经地义。他们要给钱，或者是你跟他讨钱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假如说我要去买一个我根本不需要的一个东西，一个奢侈品，那个我觉得我不孝。可是我现在是想说，我想拿这笔钱来做创立一家公司啦，或者是来拯救世界啦，怎么讲？对，怎么着？怎么讲？我现在来建一首音乐，怎么着？你成年后你还要找父母来拿钱，你应该考虑你的人 OK， 生吧。等一下，没有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靠父母不代表我拿他们的钱，也对，我可以靠他们的人脉，或者是他们的资源。但你可以永远靠他们的人脉跟资源。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因为最后我任性，最后到底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他们这边都哑口无言。我们这里不是哑口无言。给你们3分钟，你们去发挥，来吧。因为我们刚才讲说那个钱到底拿去干嘛？是你拿钱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对，我们这几个可能没有好理由啦，不，我知道他有。生意人要不要出来讲一下？出发点和动机哈，这一条。哎呦，激动了是不是？很不冷静。如果你把那个钱拿出来当做好事的话，那这还算是靠吗？那靠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再重申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意思说，第一，我们拿不拿
跟是不是天经地义，这是完完全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刚才其实我们想请 Jason 讲的就是 ，Jason 的人是很好啦。虽然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爸妈的话，我给他50万，让他给我拿去全部捐出去的话，我可能就会先跳楼啦。对啊，可以设一个基金啊，去帮忙一下一些无助的人。Jason 创业的时候，爸妈有给你一笔钱吗？没有， OK， 假设啦，来自于父母的压力大，或者是别人的压力大，父母为什么？肯定的，因为他对我们的期望会比较高很多。所以有压力才有动力啊，对不对？是，所以他今天才小红帽对啊，他做了呀，他有4个孩子，他有家庭的美满的幸福，为什么不要拿父母的钱？对，这因为这不是天经地义的。是天经地义。我问你们，你们觉得父母爱孩子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屁啦！那你生孩子出来干嘛？非自然了。对啊，你父母爱孩子一定是天经地义，那孩子孝顺父母是不是天经地义？是啊，我们把它视为天经地义，因为这是我们社会的规矩。 OK，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是天经地义，好，就是要符合第一，你的整个社会当中的这个道德标准；第二，也许符合你个人的价值观，这些才是我们可以同意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在讨论的这件事，是这符不符合这个社会对于我们道德底线的要求，或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价值观？符合吗？我们就把这个讨论点来放到一个比较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子哦。我们有准备了一个小短剧/闹剧，让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课题。当新加坡人长大后，房子100万，装修100万，家具100万，哦，好多钱哦！那给你。天哪，爸要给我钱？To show or not to show， 这是个问题。究竟是你这样大了，还有脸拿阿爸的养老金咩？还是？哎呦，怎么老爸会对我这样好哦？这样大一笔钱不拿白不拿哦。拿人手短，你这样很没有骨气呢。收下这笔钱，贷款少一点，少一点是一点，少一点是一点。我只好感情不行吧？我还是太天真了。我想说啊，我这个短剧太让我有感悟了。你爸对你做过一样的事吗OK， 我在深圳念大学，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妈说：“哎，儿子，给你买个屋子，以后结婚嘛。”我说：“妈，靠家里的钱买房子算什么？我要靠自己。”那个时候啊，那个房价大概是8000块1平，现在已经翻了10倍了。你知道我多后悔当时没有拿父母的钱买下一栋房子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因为后来那笔钱就被爸爸妈妈拿去投资别的东西，全都失败了。你当时如果用自己的钱买下这个房子，我当时没有今天发的人就是你。我当时没有钱，你怎么不借？我要借，我不如跟父母借啊。个人本身的经验跟林轩蛮一样，就是因为我在起家的时候，父母就是说，我要给你一份婚礼嘛，然后就说给你一份金钱。也蛮大笔的，就是说帮助你起家买一个这个政府主屋嘛。当时候呢，我当然很想，就是说，拿了就可以买一个5房4房，是赚到了哦，而且是你要给我，你要祝福我了，我干嘛不拿嘛？不过后来我想了又想说，其实这个钱就我真的是孝顺父母，我觉得这个钱他们有需要，可能有紧急的时候或者是生病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用到。那我呢，我觉得说我不会把它当作是第一个选择。我会先去想别的办法先，可能甚至是跟银行借啊，或者是自己的储蓄啊什么去想一下先。后来爸爸妈妈还是很坚持，硬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拿啊，不管你不拿，我就 secretly transfer 过去给你的。你觉得他们要干女儿吗？要干女儿，考虑一下，已经 transfer 了，没有第二份。其实后来呢，因为他们的坚持下，我是接受了。后来接
管了这笔钱后呢，我还就是说我其实没有用你的钱去买这个屋子，因为我是用我跟我的太太的自己的储蓄，你们给我这份金钱呢，我就会帮他投资，帮他放在银行当中。你问问自己，为什么父母会坚持的要给你这笔钱？为什么是天经地义？因为我觉得让父母安心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没错。对不对父母如果觉得父母觉得你没有钱，他们会担心。如果你去银行借钱，会觉得哎呀，我儿子欠一大屁股债，他们也会担心，他们一担心健康就会下降，结果生病啊，惨了。我扯了好远。OK， 可是刚才我们这个论调呢，它的基础是在于说这笔钱对你父母来讲是舒服的。对，我想我们真正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父母爱你爱到他即使他在不顾自己的情况底下，他要先把钱给你，他隐瞒着他自己的状况。所以今天我们担心的事情是，这笔钱现在在我手上，他需要的时候他不跟我开口了，是最后那个压力在谁身上？最后是谁晚上睡不着觉，谁的健康下降？我们呐。所以你要适当的去靠父母吗？我们没有讲完全拿父母的钱啊，掏空父母。对呀，如果今天父母有10块钱，他们让我们靠2块钱，他们有8块钱，那我们就尽量靠啊。但是如果他们就有2块钱，我们又要靠2块钱，我们就是不孝。我们也是拿了同样刚才你们看的那个闹剧，去到街上问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这样子一个题目的看法。来看这个播出。他们给我这笔钱的时候，我会拒绝先，跟他们讲，应该给他们用先。如果他们真的是看这些钱不需要，还是已经放了给我了，我就会接受了。我是不想接受了。那你到底是要接受还是要拒绝？你很纠结呢。不过也有几位年轻人觉得父母的馈赠不能算是靠。不是我叫他们，你可以给我一笔钱吗？是他们是好像鼓励还是什么咯？这个礼物来的。I believe that if they have the means of helping me, I mean, why not, right? Ultimately, it's not me depending on them. It's more about them aiding me. 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啊，不需要靠父母，自己去闯一下，就算跌倒了就站起来。微微不要怕，你是好娃娃，自己跌倒自己爬。这也是一位想靠自己追梦的大好青年。我会拒绝父母想要给我的钱，因为我是比较独立的一个人，想要自己追求的东西呢，我会自己去努力去赚取。人生就是应该要有自己的梦想，要有自己的规划，毕竟是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别人的人生，不是父母的人生，不是父母的人生。下来这位女生反而觉得这是父母的一种认可。赚了钱给你，你若不接受，他们可能心里会不好受。我可能不喜欢的是你靠爸靠妈，你还这么的理直气壮或你炫耀。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不妥。靠爸妈的你们要注意一下哈。很多人对这种靠爸靠妈族是很不开心的。可是我想说一句话，就是他们的父母前面有在用功，让他们能够依靠，我觉得这没有东西错啊。就是我自己成为父母，我当然也想，我真的很有钱，有一天我的孩子不用担心太多，如果他就可以依靠我的公司赚钱，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啦。有一个我碰过在新加坡很有钱的一个人，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的这些钱，如果我儿子有用，我留给他也没用。如果我儿子没用，我留给他也没用。对 ，OK， 那父母真心他就是想要把这笔钱给你。你们觉得父母在给你钱的时候，是他觉得你有用，还是他觉得你没用啊？他觉得你有用，所以好像一个投资这样，就投资在你身上嘛，所以有比较好的 return， 比较好的回报。就是那他也可能觉得就是因为你没用，老子先赶快帮你把这个后路给。你的问题很奇怪，好像是说我们跳入那个大海，你会游泳还是会穿救生衣吗？你会游泳，你不会穿救生衣吗？不可能吗？这个就是一个多余的辅助啊！就父母把救生衣丢给你的时候，他身边有没有救生衣？父母心里面有苦衷，对对，你不觉得父母亲他们在隐藏苦衷方面他们是高手？对啊，你要不要让孩子担心嘛，对不对？当你吃到什么好吃的，就买给他们，不要怀疑他们说，哎，我不喜欢这个不健康。同样，金钱方面也是一样的。不要相信你父母在你成年之后的理财观念，他们是不如你先进的。所以接管父母的钱财，帮他投资，帮他理财，才是最该做的事情。对，好孝顺，太厉害了，这才是孝子，好吗？今天我父母把钱放在我这里，你们确定这是最好的投资吗？那等于是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我如果说要让我的父母承担风险，我还不如让别人的父母承担。但是你会再把鸡蛋分几个篮子去 ？OK， 我其实想说的一点是，大家要清楚。靠父母啊，不光是孩子靠父母，父母也在靠你。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你们就是你们啊，真的是。老人气又来了。我告诉你们是这样的，
这笔钱呢，它不是父母的，也不是儿子的，是家族的。对，对不对？太厉害！我赚的每一分钱不是我林轩个人，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所以我要为我们这个家族的财富增值。对，谁有能力，就孩子有能力的孩子来做啊。我想听听怡杰的意见啊，因为你接触很多年轻人，其实很有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真的是要自己出来去闯，就是为了有自己的那个经验。假如说家里已经有那个生意，就算我不做，人家也会说哦，你是某某人的儿子还是女儿，说你出生在那个家庭里面是避免不了的嘛。对，那是你的幸运，但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对，哎，讲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问志颖嘞。今天如果是你爸当导演，你演戏，你的压力会是什么？他会拒绝。他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控制的。如果那个角色真的不适合我，或者我是没有那个能力去接这个角色，他也不应该给我嘛。这是公平，这是专业，所以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你的例子是因为是你的家族嘛，我的不算是一个家族的生意。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成年后应不应该靠父母，而不是我们小时候。小时候靠父母是肯定是会的嘛，因为我们小，我们什么都不懂。但成年后，我们应该已经变成了，已经懂事了，已经应该是独立了，已经有自己的方向。你出生在一个环境，就是已经有那个 image 了。假如好像说你家里就是著名演员嘛，他们就一定 set 一个 image 给你，哦，这个人演戏一定要这样专业。但我还是有选择权利。对。所以我进这行不是因为我父母逼我，而是我自己选。然后我就 OK， 可能拉了一些关系，说 OK， 可能我要想试一下娱乐圈，我该怎么开始，然后之后就要靠我自己了。刚才你提到成年后了，在出社会工作的人，他们对于同样的一个课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我们再看第二段的街头访问，来。如果这笔钱是他们承受范围之内的，那我觉得我就是家里人稍微 support 一下是 OK 的，作为一个启动资金那样。他还有一个接管父母钱财的正当理由。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投资方式，那交给下一辈人来管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他们要给，当然我不介意啦，不介意啦。OK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去自己做嘛，可能会用很长的时间来达到这些东西嘛。可是如果他们已经有了，至少在那个 upper hand 我已经赢了。不是爱拼才会赢，你怎么？不过这位男士觉得要靠父母，那就是自己不够努力。我觉得应该自己去走到那个自己的极限先。真的，如果是需要帮忙的话，也不会靠家里面的帮助，应该是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他的太太也夫唱妇随。如果他们有这笔钱，我会让他们自己去养老，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应该自己努力去建立自己的家庭，而不是靠父母去拿他们的钱。那我们之前也在这个网络上面针对25岁以下的年轻人做了一个调查，但是问的问题是：靠爸靠妈是软弱的行为吗？结果有76%的人觉得是不是的。但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针对各年龄层做的一个调查，那个问题是：成年后靠爸靠妈是天经地义的吗？有66%说不是天经地义的。是，我觉得以后我们不要在 YouTube 做。为什么是不是软弱的行为？但是大家又觉得说，是不应该靠父母，不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两个都很不一样啊，这是两个不同的话题啊。因为一个就是说，你觉得是不是软弱？我本身觉得不是。如果你真的接受父母的帮助，我不觉得是软弱的。不过如果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是不是天经地义的，是一个人的态度，就是说那个成人他踏出第一步，那个态度、那个心态是什么？天经地义就是说，就是 take for granted， 就是你一定要支持我。不只是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么简单，是我们在作为成年人踏出社会这个第一步的时候，我们今天其实正在讲的很多东西是父母希望我们怎么踏出这个第一步，然后面对这场竞争，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的竞争包括了投资上的、生意上的、工作上的这些也好。为什么以前古人要背水一战？
你只有在切断你自己后路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取得成功。这也许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你的父母当年有本事白手起家，他们能够经过这番寒彻骨，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是，背水一战讲的是项羽被刘邦追到了河边，然后项羽就砸锅卖哦，不是 OK 啊，没关系，把这段剪掉。我想说的是啊，如果你早就靠父母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走到背水一战这么惨的状况。我现在再来搅局一下啊，我们再加多一位特别来宾。特别，这是谁啊？其实我想问啊，就是你要瘦身，瘦身配套有discount吗？我就知道。我们对于今天这个课题成年后靠爸靠妈是天经地义的吗？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其实我一直在听你们都在讲靠爸妈，就是在金钱方面。那我自己本身呢，觉得这个靠父母的这个定位其实是很广的。我自己也是很靠父母，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子。三个，很 confirm 三个小孩子，最大是4岁，那最小是8个月。所以呢，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创业嘛，那很多时间我都是在忙自己的事业。那我爸爸妈妈都会帮我，比如说接送孩子啦。我妈妈其实在烹饪方面她是很拿手的，所以她会帮我在这些方面，而且在事业方面呢，她也是帮我很多，她是我的一个 mentor。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靠父母这个 topic 来讲，我的确是靠他们for 精神方面、辅导方面、人生经验方面，对。听一听，狭隘了你们，你们太狭隘了。OK，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你妈妈，然后到你，然后将来可能你的3、4个小孩当中，确定3个？确定口分吗？确定。再来一个？不要了，应该是够了。不，那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所以将来可能再到你的小孩，我们再问你的小孩这个问题，说靠父母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你希望他怎么回答？我觉得不是说天经地义，但是身为一个妈妈，我如果有这个资源跟这个能力，可以帮我的小孩子，我一定会去帮。就有我所说的，不只是在金钱方面，我觉得是在他们人生方面，尤其是当他们在起步开始创业事业的时候，的确是非常忙碌，没办法，你在这边在做工，在开会，那边又要接孩子。对，如果有3个孩子这样子上上下下，你根本是不能去做工的。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就是说，可能作为孩子，他们不一定觉得靠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他身为妈妈的话，他会觉得帮助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所以成全你们的父母，好不好？对。身为就是比如说一个知名企业家的女儿啦，你觉得是为你的这个起步的事业带来一些优势或者一些困扰呢？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优势，比如说是在事业方面，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白手起家，而且是进入这个美容美发这一行的，所以在这一行他们是可以给我很多 advice， 所以我觉得是很多优势的。那你在这一方面面对的心理压力是什么？怎么花完父母的钱？因为我要我妈妈给了我这些支持，我要她为我觉得很骄傲。所以我觉得我不要辜负她的期望。当时你在踏入演艺圈，尤其是这个华语的电视圈的时候，你的这个家庭背景带给你的助力还有压力是什么？开始就是进入演艺圈的时候，的确是会有一些的制作团队，他们都会说，你的父母可以支持赞助一些节目。那一开始我真的是蛮拒绝这个要求。我甚至会跟我父母说，我跟家人说，如果有这些要求，那我可能就会拒绝这些角色。如果啦，他赞助了这个项目，然后你莫名其妙的得到了这个角色，你心里会觉得开心还是不开心？其实我有一个前辈，他有跟我说过，其实父母如果有这个能力跟资源去帮你，给你这个 head start，甚至是暗地里也好，摆明也好，他说，其实到头来还是靠你自己努力。因为 even 如果你父母可以给你这些的资源，但是你自己的表现不好，你自己不努力的话，台词不背啦，你的就是迟到啦，那你的态度不好，到头来你自己还是靠你自己。谁哈？
这个不可以讲，谢谢。如果是靠父母的话，你要靠到什么底线？所以我说很难讲，好像比如说养育小孩子。他们帮我接送小孩子，我妈妈还到今天，她都很乐意的去巴沙帮我们买菜，我觉得都是 OK。但是如果我的小孩子管教这方面，我不可能是靠他们的学费啦这些不可能是靠他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工作。改次你的孩子，他们成年了、长大了，然后还是跟你要着钱，跟你说，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应该的。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我觉得不是应该的，就是我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投资家 ，I will be an investor point of view。如果我觉得，你真的是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 perseverance 去做，你有这个整个 plan 已经是写好，可以做好，而且我知道你这个人，你一定会做到底，就会可以给我看到成绩的话，我就会去支持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如果甚至你是我的孩子，你是一个好吃懒做、无所事事，只要跟我拿钱，甚至是我是你妈妈，我是不会投资在你的生意。不是更应该靠父母吗？我们的家族事业不只是我的父母，也有我的舅舅、我的阿姨，要说服每个 investor， 甚至是我父母讲 OK， 如果其他人讲不 OK 也是不行。是，但是 Cheryl 啊，在接受这些资源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可以去保护自己的一个尊严呢？每个人都是有贵人啊，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可以是贵？而且有贵人有帮助，不代表说你是没有尊严。对啊，对啊，对。我们每个人做什么事情，不可能是一个人可以遮天下。你甚至是白手起家，也是应该是有贵人去帮你推你一把。对，其实你既然有这一个层面的思考，就表示你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可以靠父母 ，in terms of other things， 是我们的 privilege。我跟我弟弟了，我们本身就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我们先不往外去找帮忙，对，我们会先问我老爸、我老妈，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困难，不管是钱上方面也好，精神上也好，他会讲说 OK， 如果他有这个金钱，要不要我借你？我说。这个应该是不需要，是对吗？我们会做决定，是否你是成熟的回答，或者是那种想乱面花天酒地的回答，他们都懂得特别清楚，对吗？其实是跟你的人格相对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讲的基本上还是同样的事情，就是说，对，你可以仰赖你父母的智慧，但是你不能依赖他们的资源。是，你可以让他们给予你所有这些原则、思考能力，可是你不靠他们来垫你的存折。为什么你们在催我们的立场呢？这是我们的立场啊。It's a natural order. It's a natural part of things. 所以我们觉得是符合自然法则。对，这是应该的，这是对的。可是不要排斥，你不要说我要问老爸可以帮我吗？不要排斥，这个是 OK 的。对，我想问啊，就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并不了解你，他也不知道你的这一路走来的辛苦，但是他一知道你是谁的女儿，他说，他肯定就是靠他妈。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心里面是怎样的感觉？其实一开始是有点介意，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从小把我们带大，跟灌输那些价值观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从小我有看到我妈妈还有爸爸辛苦过来。那你会想办法去证明说，或者解释说，可是现在可能因为30几岁了，我做什么东西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而是证明给我自己看，而且我对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成就、自己可以所付出的很 confident， 所以我不需要去证明给别人看。我也想有这样的机会。鼓掌，你是我偶像。你会怎么样去告诉一个年轻人关于靠爸妈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你给他们的一个劝告或忠告会是什么？其实我还是会讲这句话，就是靠父母呢，真的是一个 privilege。好像我妈妈每次讲，我吃盐比你吃米饭多，真的是，的确是真的。对身体不健康哦。我会跟他讲，我会跟他讲，每天可能，因为他吃盐比我吃米饭的还多。如果我可以 tap into 他们的智慧跟他们的经验，为什么不要呢？从那边我们做得更好。好，感谢 Cheryl 今天的分享，谢谢你，谢谢。哇，最后我们可能再请我们的2位队长来做一个总结吧。好。有请林轩这边先开始做一个小总结。最帅的队长，我准备了第2首歌曲。好来。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放在成年之后啊，
但我想说，长大不是一瞬间的事情，不是在你吹完18岁生日蜡烛的时候你就突然长大了，有些人可能14岁的时候就成熟了，但有些人可能到了30岁、40岁还不成熟，那么我想说的，当你需要父母的帮助的时候，你要非常真实的、非常真诚的面对父母的帮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就是说，我知道在座有些可能多多少少从父母那里获取了一些资源，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些父母没有资源的朋友，只有真正努力过，你才知道天赋有多重要。这个天赋包括了自身的天赋，也包括了家庭的条件，所以有这个条件，请你们尽可能去用。第3点，刚才特别来宾说到了，父母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所以尽可能的向他们学习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经验，不要让父母白吃。谢谢各位，感恩。好，那既然我们今天一直在谈成年这件事情，我们来谈谈为什么题目把我们这个重要的时间点画在成年上面。因为在我们未成年的时候，父母所给予我们的爱、关怀、概念，这些是我们这一辈子永远的财富。这个才是父母给我们打下的基础。但是在你成年之后呢，你父母的富裕永远不会成为你自己的底气，只有你靠你自己的实力，靠你自己的努力所争取到的一切，才真正的属于你，这也才是你自己成长的意义。谢谢大家。我觉得对大多数的父母而言啦，提供这些资源给他们孩子，其实就是他无可厚非啊，但是也不能源源不断的一直的去提供这样子的资源。那我们身为子女的，其实要在当今社会生存啊，其实也不容易哈。偶尔拿一下这个父母的善意的资助啊，也是不错的。哎，你为什么有立场？你应该中立的。但是我就是中立的。但是哦，然后但是哦 ，OK。但是也不可以拿到好像要啃老吧？啃老的这种地步的话，那你心里还过得去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总结吧。谢谢你们。谢谢，还有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 Cheryl 的分享，谢谢大家所有的现场的分享，也希望各位呢观众们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继续的留言发表讨论，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哦。是，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在 Me Watch 上面的播出，以及呢我们8世界的各个社交媒体平台，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分享。谢谢各位，谢谢你们。所以我们去你们餐厅吃是免费的吗？那个不是天经地义嘛，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犯过最大的错是什么？我寄错货，就是我的家里是卖那个缝纫机哦，就是从 customer B 的东西先去 customer A， 不同的国家，他们收到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要寄回来，一个做比然后要寄回来，我就跟我父亲说，糟了，我 send 错了，就给一个慢办事，然后我的父亲就说不用紧啊，他也没骂我，他就说每个人都会犯错的，最重要你要学习。志颖，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给你爸妈骂的？我还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我接了一部戏嘛，然后表现没有那么好，然后不是爸妈骂我，而是网友们骂我们，因为我是他们孩子，人家会更关注我，所以就会更会想要批评我。大家不要觉得靠父母是件容易的事情，总之希望爸爸妈妈继续努力了哈。有生之年让我靠一下好不好？